其实有时候在跟这种小孩互动的时候，有时候反而绕路是最近的路。你要用你希望小孩成为的样子来对待他。那又到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家庭调查系列，耶！烂透了。反正就是最近黄熙就是那样嘛。哪样？你讲吧。酿。酿啊。他现在就是2岁半。大家懂的。其实说真的，就是一开始我就必须我先讲，其实我以前是不太喜欢 terrible， 以前我是不太喜欢 terrible two 这个说法的，这种标签化的感觉。对，而且我就觉得，你怎么会说你小孩 terrible 呢？你怎么不检讨自己的育儿方式很 terrible？ 直到从1个月前开始，对我育儿方法真的很 terrible，sorry， 就是最近好像就跟他就是没有瞧得很拢吧。育儿上面有点卡关。前一阵子就是有时候带他们出去旅行啊，或者什么，然后就每次都是搞的就是全家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种大家心都很累的感觉。对，就是他也很累，然后我们也很累，就好像就只能一直对他这样大吼大叫，然后他一直对我们大吼大叫这样子。主要是他对我们大吼大叫，所以我们就会对他大吼大叫。对，所以就想要透过今天这集影片来帮自己也帮大家寻找一个同温层。对，所以我就调查了一下，大家家里有遇过 terrible two 吗？然后呢，大概有300位家长。OK。然后有74% 的家长都有遇过，3/4。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耶。对，我以为大家都有，然后26%的是说没有，说没有的可能是他们觉得就是说他们理解小孩的状况，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小孩很难搞，就他们的容忍度比较高。对，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各位的小孩真的就是天使，对，很乖，对，那这样也有可能。如果你是这种家长的话，你影片可以关掉，你先走了。你不是我们的同温层。Terrible two，我就去查一下中文的翻译到底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不是2岁猪狗嫌吗？猪狗嫌还是3岁？是3岁猪狗嫌吗？哇，你的叛逆期比较晚嘛。ChatGPT 给一个蛮可爱的翻译，叫做2岁小怪兽期。蛮可爱的吧？我不觉得是小怪兽，我觉得是巨兽。我觉得那个等级不是小怪兽，猛兽。那我就问大家说，那如果你遇到 terrible 的状况的话，那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所以我有4个选项：骂人、离开现场、装没事，或者是默默流泪。简单来说，就是当小孩失控的时候，你会在做什么？骂人。骂人啊？那是不是你的骂人啊？我是攻击性。对啊，你就跟你的女儿在骂来骂去。离开现场。等一下，你说第3个是什么？装没事。装没事很难的，因为你自己的情绪还是会受到影响啊。离开现场。不是。默默流泪啊，大家都流泪吗？不是。在装没事啊？对，是装没事。怎么装没事啊？你就骂人啊，你就不知道怎么装没事啊。我不是骂人就离开现场。你让他流泪。第1名就是装没事，有41%的人。他这么多，装没事到底怎么装啊？不知道，说你肚子饿了吗？要吃水果吗？你说忽略他，那是有点像就是当作没发生过，就是跟他在平行时空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我就是不会装没事的人。怎么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为什么没有在我们家出现过？怎么装没事啊？对啊，那就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怎么装没事。对啊，我也好想装没事。那不是？你看我有一只鸟到底怎么装没事？对，41%的人都是装没事。然后第2个是骂人，骂人就27%，就是骂人开骂。对，我们2个就是包含在其中。我以为这比较多。对，然后第3个是离开现场，19%的人，然后默默流泪这个，我还这个在默默流泪后面这个选项打一个问号，我想说这也太荒谬，竟然有13%的人会默默流泪，你流什么泪啊？好辛苦哦，爸妈好辛苦。然后我就问大家说，那你印象最深刻的 terrible two 的时刻是什么样？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觉得他上礼拜六一直在尖叫。就是我们上礼拜六一起去了一个地方玩，就我们家4个人，然后基本上就是整路黄熙就一直在尖叫。反正他其实就是他也不是这种尖叫啦，但反正就是他就是各种需求啦。
他就是需求很多，外显行为就是他一直在生气，所以就是从我们去的路上他也在生气，因为他想要什么，然后我们不能给他，然后到某个地方，然后他不想要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之类的。例如说像他上车，然后他就说他不要系安全带，那这件事就是不可以的。基本上他那一天就是暴走了很多次，这样无数次，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对我来说的心理压力就很大，因为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周末，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又一起去一个海边的一个小镇玩，就我觉得跟我期待中的那个家庭出游的样子差很多，然后并且我就会觉得我们出来玩，但是我就觉得我超累的，然后心里很累，然后身体也很累。很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两个最后就吼来吼去的。一开始原本我也在那边不爽，我在生气，那天看他们两个在吼来吼去，我就算了。我就只想赶快回家，因为我跟黄信的个性都是比较不认输的那种，比较战斗一点。对，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巅峰，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很近期啦。但是我真的觉得那天的张力，我就会觉得哦，是啊，是，对，我觉得是巅峰，你的巅峰。因为毕竟从他出生，我们每一天就是朝夕相处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哦，真的是他目前这一辈子就是最，也不能说失控，但我觉得就是情绪张力最高的一天。那就来听听看大家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多到没有特别印象深刻我就可能如果这种生活再过1-2个月，你也会忘记那天的事情。对啊，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开始在步入正轨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啦，就是各种不要。对，然后我觉得有个那个妈妈有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她就说我不要我要的。你说以小孩的立场来说，对，就是我不要我要的。就是我要什么，但我不要，这是非常精辟的一个对小孩不要的理解。就是连我要的东西我都说我不要的意思。我要吃饭，我不要。对，在干嘛？他现在脑袋里的那个小天使跟小恶魔会扭打在一起。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很主要就是秩序感的。对。所以秩序感本来就是这个经常会突然会长出来的东西嘛。有一个妈这个经验还蛮好笑的，她说练习戒尿布，然后所以她会跟妈妈一起上厕所，对，然后所以妈妈上完厕所就很自然的想要把水冲掉这样，但是呢，那个小孩就非常的执意，一定要跟妈妈的尿一起冲掉这样子。什么意思？什么叫一定要跟妈妈的尿冲掉？就是妈妈先上完啊，然后再换小孩尿。那如果妈尿完，妈妈就很习惯是尿完就冲水，她就会生气，她就会生气，因为她的流程不对，然后妈妈就需要再尿一次。要挤耶，小孩检查你没有尿，我要跟你尿在一起，多为难了。这个妈妈讲的就是跟我们家非常常出现，就坚持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对对、对，然后像是有一次就是帮他把鞋子拿去放，他就哭到爆这样。然后什么穿外套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很矛盾的，就是你有时候真的不知道那次到底要怎样，就是有时候是帮他要生气，有时候是不帮他要生气，同一件事情哦。对，然后像黄信最近在练习自己穿衣服嘛，然后他就要拉链，可是他拉链他就不会嘛，那时候他就还不会，他现在会了。然后他拉链就是一直拉的失败，然后他就整个就很痛苦在地上打滚这样，然后帮他说我要自己。他就是对自己感到很痛苦。对啊，我们现在讲起来好像讲得很特别一样，那一点都不特别，他们生活当中就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对，所以呢有几个我觉得比较奇特的，就是有个小孩到校门口的时候，大冬天的，他就会在汽座上把自己的衣服脱光。怎么办到的？然后呢？那这个小孩发展的蛮好的，这个小孩就是他竟然可以自己把衣服脱光，还蛮好奇是怎么开始这个行为的，怎么想到的？就什么点开始你会觉得你要有这个对？然后有一个妈妈跟你有一样的，就是她睡前就一直说要盖被被，然后怎么盖都不买。对，而且重点是，对这个也是那个，就是我之前觉得很烦的，就是每次他就一直在那边叫我继续帮他盖被子，然后被子明明就长一样。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盖的，他就是盖，然后就是我刚帮他盖好的，他说把他盖被我说，然后我就进去，我整个你全身都已经被棉被盖住了。重点是他有时候他就是要我进去，他就是把这只脚伸出来帮我盖脚，我就说你脚收回去就好了，还要帮你盖被子。对。然后有时候盖他不够，还要盖企鹅，他自己在干嘛说？
这是他的娃娃，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一边是袋熊，一边是企鹅，还有2只娃娃。帮企鹅盖完，等一下在叫说马上帮袋熊盖。我说你自己帮他盖，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盖。真的是，他说帮企鹅盖脸。而且不能只是盖住它，要盖他的脸。对，我跟你讲也不一定，有时候他盖，他说妈妈帮你盖袋熊盖住，我直接盖住。他说你帮袋熊脸盖住了，不行哎。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妈妈把香蕉分一半这样子，然后那小孩就哭爆，然后要求要把那个香蕉粘回去。我觉得这完全可以想象，完全可以想象，那完全可以。之前还有真的香蕉不能剥，对，要自己剥了他就不要。就是如果你那个香蕉你把它剥一半呢，然后他不要了嘛，那通常家长就说好了，那算了，我自己吃掉，我打一根给你。不行，我就要这一根，你这个要粘回去。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就是我们家弟弟去上学嘛，然后可能老师看弟弟实在是很可爱之类的吧，然后就忍不住跟黄熙开玩笑说 Can I take 眼红？说真的，我完全懂这个玩笑，因为在我文化里面，这个笑话也是很常见的嘛。其实就是一种表达我很喜欢你，我跟你很亲密，我想逗你一下的那种感觉嘛。可是黄熙他对这件事情他的敏感程度好像超过我想象的，他好像就很在意说我们一家人没有在一起啊，然后他的东西是不是被人家抢走啊的那种感觉。总之就是黄熙听了这个笑话之后，他就很不舒服，然后他就会爆哭，所以就变成我需要找一个机会跟老师说，不好意思，就是这个笑话可不可以不要再开了？但我不想让老师觉得很尴尬，或者是我在怪老师，所以我就开始很焦虑了。我想说，完了，这件事情用中文讲都很难讲的，又礼貌又不会太直接，又不会破坏老师跟小孩之间的关系，更何况是用英文讲。那我想来想去，我竟然只想得到 No more this joke，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派的家长啊。后来我就想到，我可以用一个 app 叫做 Speak。Speak 是一个能够让你真正开口说英文的 app， 它可以模拟这种真实情境。让我先练一遍，所以我就把 AI 设定为学校老师，场景设定为跟老师沟通。Actually, I think she is more sensitive than I thought. So can we maybe no more this joke?AI 会在我回答后及时给我修改建议，所以他这边帮我改的句子就是说 So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Cizi's reaction. 老师真的叫 Cizi. Actually, I think she's more sensitive than I thought. So can we maybe not make this joke anymore? Oh, not make this joke anymore. 更赞的是 Speak 还会根据我刚刚对话中的弱点，帮我生成一份客制化复习课程，直接帮我补强我容易卡住的地方。我后来跟老师讲这件事情，老师当然人很好，表示理解嘛。但是老师那个尴尬的表情还是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我觉得 Speak 真的可以帮我把很想说但又不知道怎么说的一段话变成可以说得出口的样子。所以如果你有类似的状况，想跟别人好好说，但又卡在你的英文程度的话，跟我一样，推荐你可以试试看 Speak。现在下载还有年度会员299的折扣，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去试试看。Speak 让英文一切好说。我就想要听听看大家的那个，在这整个过程他是怎么陪伴小孩，或者是陪伴自己可以度过这个时期的，就有没有领悟到什么重要的人生哲学或是大智慧之类的。升华。对，然后有个妈妈回得非常的好，她说珍珠奶茶。这是我现在的策略之一。对，然后有个妈妈就说她就是宵夜就狂吃。对，我们最近也干这种事。我觉得真的会耶，就真的会压力有点大。你就小孩都去睡觉的时候，你就很想要嗑一点东西，看蜡笔小新就比较安心。为什么要比较？是不是？蜡笔小新5岁耶，那个比下有余，太认真了吧？对，你就说最糟的就是现在了。对，我之前也有这样安慰过我自己。但我每天都觉得今天怎么比昨天还要糟。每况愈下。我觉得小婴儿的时候，我确实会觉得说，现在已经是最难带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会更好带一点，因为明天会长大嘛。他会有感的长大。对，可是我觉得到2岁以后，就真的就是觉得他每天他那个情绪都越来越满的感觉。我要水，来帮我开。不要帮我开。然后就有个妈妈，她的这个心得就跟我们最近的领悟是一样的。她说不要太坚持理想的育儿原则。
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对，刚刚就有说到我们最近也是有点调整嘛。就自从那一次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就觉得，我们就想要改变啦，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不要都用这么激烈的方法在跟他沟通这样。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层面是，我会觉得那个状态的父母的样子不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对，就是我会觉得我并不想要这样当父母，然后但是我的行为就是跟我想要当父母的样子，它是在往2个不同的方向走这样。对，然后所以就自从那个礼拜6事件之后，后来我们就有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现况。而且后来我们有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我们的应对方式基本上就是骂人嘛。发现到其实骂人这件事情，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当小孩开始显露出某一些状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变成好像我们的身体是很习惯的用这个方式去回应他。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不行，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习惯。所以我们就算是有一点开始用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的，就是我们就直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以后我们都不要用生气的方式来回应他。对，就是我们要停止骂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用生气的。对，就是我们要停止骂人的这个习惯，这样。对。然后我记得因为那一天就是礼拜6嘛，然后我们3个就是他们2个就吼来吼去，然后我也这边吼来吼去这样，然后隔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们3个都烧心啊。因为他就哭啊，尖叫，还是声音超沙哑。他到礼拜1去上学，声音都是沙哑。对，然后我们2个声音都很沙哑。后来我们从那天之后，我们2个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改变骂人的习惯，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到现在经过了1周，我觉得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别的。对，因为其实就是他在这很不稳定的状态下，其实他睡觉也睡得很不好啦，吃饭也吃得很不好。其实小孩的行为真的很多，其实就是反映父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当父母自己本身不是到一个很稳定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就小孩也会变得很不稳定，然后他又变成一个互相影响的状态。真的会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妥协的。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就会跟他们蛮多争执的地方，就是吃饭的问题啊。比如说，他就想要自己拿，可是他又吃不完。那这时候到底是我们要坚持不准他自己拿，还是坚持要他吃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他在发展他的自我认同跟他的我能感的这个阶段。但是如果他没有吃完的话，那怎么办？他就是 BLW 小孩嘛，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吃多少。所以当他说他不吃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就是他吃饱了。可是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为他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的。那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为他半小时之后的自己负责。对，但以前的我们都会觉得你需要为你自己负责，你要拿这么多，那你就是要吃完。有时候当我们退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就是他的心情就会很愉快，他就会蛮尽可能的把这些东西吃完。那我觉得一次一次他就会越来越进步，他就越来越知道说他大概拿多少可以，然后大概一次少少的这样。对，那我觉得反而就是我们都不用在很激烈的状态下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吃完没吃完不准下去，不要跟他硬碰硬。其实有时候在跟这种小孩互动的时候，有时候反而绕路是最近的路，就反正我们觉得最直线说可以不行的这条路，反而都要走很久。我最近就有在看一本跟教养有关的书籍嘛，然后它里面我觉得它就有提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有帮助。他就说你要用你希望小孩成为的样子来对待他。当然我觉得身为父母的困难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第一线。所以我们就很像是一直永远是在前线的战士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当我们自己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难的，就是虽然我们心里也想要绕一点路，不要跟他针锋相对，但是在某些时刻状态下，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对。可是我就觉得确实，就当我那时候在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就觉得确实就是，当然我不希望他变成那个样子，我希望他变成那个样子，那我就需要先是这个样子，然后再跟他互动，他才有办法学习这件事情。我就回到那个妈妈讲的，就是不要太执着某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放过自己，然后我觉得放过小孩，就是我们不要每件事都抓得这么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会开始有空间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才会开始觉得我不用马上回应，我不用马上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不行，我甚至不用马上要告诉他要怎么样。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停个几秒，然后让自己冷静一下，就是其实这个节奏是我们在决定的。对。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不用因为这个张力而一直把这个节奏一直在加快，然后导致他好像失控的感觉。然后就还有一个家长说，他的方法就是灵魂抽离。
所以就我刚刚讲的那些，你觉得都很难做到啊，那就灵魂抽离就好了。这是跟装没事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有可能哦。还是其实装没事？他是灵魂离开现场。去哪里？去马尔地夫。可以啊。所以我下一个就问大家说，那你对还在这个阶段的家长有什么安慰跟劝勉吗？然后同一个家长回灵魂抽离。不用讲太多，灵魂抽离就对了。他觉得很有效，值得学习。这第一个家长就是说，同理孩子的情绪，跟孩子合作解决问题，不要认为孩子是来乱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观点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当你一直认为小孩就是来乱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当然就是骂人。你就觉得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找茬。对，我觉得当初我就觉得我们有点这样，就是我们一看到黄鸡就觉得有点烦，有那种感觉。你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你就是不要你要的。就是你就很害怕跟他相处，但是我就觉得那其实是一种观点。就是你的观点就是觉得他是来乱的，但是当你真的是理解他的需求、理解他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好像真的能够跟他一起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年纪，我觉得已经是可以对话，完全已经可以对话，而且懂很多事情了嘛。说给他的情绪都会回到自己身上。对，那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就是当我开始发现黄西会对我们就是大声叫，或是对弟弟大声叫的时候，我就觉得 OK。他真的在学我们，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警讯，但我觉得有个这样说的也蛮好的，就是说，但是如果你当下真的情绪爆炸了就算了，你就是放过自己，我们也是有情绪的，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尽可能的跟他和平相处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情绪有动摇了，那也无所谓，那也没关系，就放过自己，下一次可以做得再好一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上个月吧，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我超级低潮的，可能也是我们夫妻有点吵架嘛，然后一次带起来就带得很累啊，就是很心烦意乱的那种感觉。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发呆，我就在那边灵魂抽离啊，对。思考人生之类的吧，对，然后反正我就很累，我就觉得我各种很烦，各种埋怨这样。然后那时候黄七他就很乖，对，我觉得他在那种状态下他都很乖，然后他就很乖，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就一边吃饭，然后他就说，我想要抱爸爸一下，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抱我一下？那他说我想要抱爸爸一下这样，然后他就手伸出来这样，但我就觉得你手超油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还是这样空气这样抱了一下这样。然后后来我抱完之后，然后其实我直接哭出来。对，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当下，其实那个就是我需要的。那个其实就是我真正觉得我很痛苦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一个2岁的小孩，然后他完全看透我的感觉，就他用他一个2岁的小脑袋，唯一能想到的事情，就是给我一个拥抱这样。那时候我是不是不在啊？你在，你在我面前洗碗，我就在跟你不爽。我们就是在吵架，你就在我面前洗碗。我的灵魂不在。对，你的灵魂抽离去马尔地夫了。就是 Terrible 2的小孩，就是我们虽然我们会真的会觉得他是 terrible， 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可以意识到情绪的嘛。所以他们就可以意识到说，我这个感受叫做生气，我这个感受叫做难过，我这个感受叫做很开心。像黄西就是最近开始会耶，要去哪里耶，就他会知道这些情绪的波动是很真实的，在他的体内流动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也不止这样，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可以意识到别人的情绪。然后我就觉得像那天他就说我想要抱抱爸爸一样。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在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这个小孩他长大了。最后一个这样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不只有 Terrible 2，还有 Terrible 3、4、5、6。我谢谢你啊。